把给狗买的项圈和止咬器与给上司的生日礼物搞反了。礼物您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看到了，很喜欢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您不喜欢这种呢。你很会选，我恰好喜欢这种。合适吗？要不明天在办公室戴上看看。你确定要在办公室？第二天，同事就打来电话，你给老板说什么了？他已经在你工位转悠一早上了。在连续加班7天后，我在茶水间说了老板陆星驰的坏话，带头起哄，给他起了个绰号厂工，因为他是笑面虎，阴狠心细记仇，还把我给他的备注发到了群里，让组员们瞻仰。不幸的是，被路过的陆星驰听到了。据证人说，陆星驰当时眼睛刷的一下就红了。糟糕，他这人超级记仇，我肯定要被他炒了。失业在即，我临时去灵隐寺抱佛脚，期间看到善男信女在求灵隐18子，我顿时灵光一闪。剧组里求过这东西的同事说，这个18子超灵的，用小灾挡大灾，带上它会先倒霉一阵，会遇到类似于最喜欢的手办的重要部位丢失、雨天错过地铁、做噩梦一类的事情发生。我当即买了一串寄到陆星驰的家里，反正他3天前过生日，我干脆给他的赔礼。周日晚上，我鼓起勇气点开微信，给真尼玛士多发了一条消息：礼物您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拿人的手短，礼都送了，总不能开除了我吧？发完后，我紧握手机等消息。陆星驰冷血无情，心思阴狠，会不会一眼看穿我这些小心思？要是他讨厌我这种行径，以贿赂领导的理由来辞退我，岂不是就糟了？但现在东西都寄到别人家去了，开工没有回头箭了。过了整整10分钟，屏幕才亮起，看到了，很喜欢。我松了一口气，马上回复，那就好，我还担心您不喜欢这种呢。看来有钱人都喜欢盘串，你很会选，我恰好喜欢这种。我笑得好大声，上当了，哈哈哈！我炫耀似的把这个好消息发到小群，组员们都翘首以盼。我合适吗？听说这种东西有讲究的，要不明天在办公室我教你戴，赶紧戴上，让霉运早点降临。你确定要在办公室？那是当然，我牛都吹出去了，你不在公司戴，他们都不信呢。我在这方面有些研究，到时候必定倾囊相授。不就是盘串吗？补一下就好了。对面很快开始输入，似乎打删了半天，才回了一句倾囊相授。看来他是不敢相信刚说了他坏话的人会对他这么好。我立即回复，别怀疑，就是你想的那种倾囊相授。呵呵，万恶的资本家，明天我就让你知道厉害，让你天天让我们加班，压榨打工人的休息时间。亏我以前真是眼瞎，还喜欢过他呢。公司里除了我们组的人，别人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陆星驰是高中同学。那时候他还是校草，长得帅，家里有钱，有教养，每次出现都能吸引女生们的目光。我虽然是男孩子，也不能免俗，谁让他是我喜欢的类型呢？当时我是班上的话痨，和谁坐一桌都能把课堂变成座谈会。我基本3天就必得换一次座位，直到老师一脸阴险地把我调到他的旁边。作为同桌，他愣是一个学期没怎要和我说过话，高冷的吓人，真是白瞎了他那张脸了。可能是因为学习太无聊了，不搞点事情，这破学校我是1天都待不下去。我竟然开始沉浸式暗恋他，沉浸到为他写了满满一个笔记本的日记。直到有一次，老师让他去给同学们讲数学题思路，他在讲台上用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辅助线给全班同学讲题，全班哄堂大笑。我才知道了，他对我始终是无感，甚至是有些讨厌的吧。我划掉了日记本里他的名字。后来我的日记本忽然不见了，要是被别人看到，我的脸就丢大了。我惊慌失措。死党于军在我隔壁班，课间休息来看我这副模样的时候，忍不住抱了抱我。就在我在于军肩膀上泣不成声的时候，陆星驰黑着一张脸从我们俩身边经过。恶心，他只丢下了这句话，我如置冰窖。他其实对班上其他人都是彬彬有礼，只是对我十分冷漠。原来他是看出了我的取向，觉得我恶心。我忽然想起之前他的发小方可每次来找他玩的时候，总会意味深长地看我，嘴里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起哄声。他和方可突然开始推推搡搡，然后他就骂方可 SB。其实我也骂过方可几次，可下次遇到他还是会这样直勾勾地看我。我猜方可喜欢我，而陆星驰恐同。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他说过话。日记本找到了，感情没了，但这件事情让我消沉了1个学期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及时止损是对的。他这个人不但冷漠清高，还不近人情，天天压榨打工人，还喜欢阴阳怪气。我给他起这绰号也不算冤枉他。我来这家公司也是受死党于军的诱惑，他说公司实力强，待遇好，老板又是曾经的同学，于是我来了。只是没想到这个同学竟然是陆星驰。我上班第1天，于军就被开除了。据说他走的时候不甘心地冲进了陆星驰的办公室，嚷嚷着自己是他隔壁班的同学。谁知陆星驰竟然轻嗤了一声，你是谁？在公司乱攀什么关系？然后于军就被保安请了出去。就在我默默给他收拾工位上的东西的时候， HR 带我这个新员工去见陆星驰。他抬起头，那张依旧冷峻的脸忽地有了冰雪消融的痕迹。盛夏，老板好。我露出极其商务的笑容。他有些吃惊，你不认识我？我学着他的语气，你是谁？陆星驰视角。好消息，盛夏竟然来我们公司了。坏消息，他假装不认识我。他怎么能不认识我呢？我们可是当了1年的同桌。所以说他日记本里的人果然不是我吧。我从书架抽出最喜欢的那本书，从里面翻到一页泛黄的纸。那时候我是课代表，收作业的时候我和他之间隔了5、6个同学。
我以权谋私，悄悄地把我们俩的作业本放在一起。我脸红心跳，感觉像是做贼，可内心欣喜的像是开满桃花的春天，就好像我牵到了他的手一样。可那天我又这么做的时候，发现他交了一个不像作业本的本子，日记。我没拿稳，掉到了地上，其中一页纸松动掉落，一行字毫无预兆映入我的眼帘，擦掉的名字，我喜欢你。课间操的时候默默数着拍子，第6节转体运动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看你。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，我不止一次在课间操看到他转身看向我的眼眸。剩下的他喜欢我。今天的风甚是喧嚣，台风天我被困在了地铁口，邻桌的同事就在群里疯狂艾特我，你给陆星辰说什么了？他已经在你工位转悠一早上了。组员们都战战兢兢地问我战况，我都快哭了，看来等不到他现世报，我要先被炒了。对了，你不是给他送礼物了吗？你用这个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吧。我打车朝公司赶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，待会儿要怎么面对他？陆星慈视角，我拿到快递，忽的脑子一片空白，这是盛夏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他竟然记得我生日。等拆开看到里面的东西，我一时间竟然不太明白，项圈和嘴套，他这个人的心思真的很难捉摸，就像高中时一样。当时我看到了他的日记，激动的手脚颤抖，欣喜若狂的要去教室找他表白，可刚走到门口，却看到他竟然和于军抱在了一起。原来他喜欢的是于军，可我明明看到于军和3班的女生在交往，吃着碗里的竟然还去勾引锅里的。我没忍住，在路过的时候骂了于军一句，刚把他的日记放回原位，便到了课间操时间。体育转运动时，盛夏果然又转了过来，我的心跳如鼓。可下一秒我就发现，原来我的位置和于军的位置是斜对角，盛夏的视线也可以说是于军的位置。我果然自作多情了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而我对他的喜欢却已经连我的发小方可都瞒不住了。每次他见到盛夏都会起哄我们，拦都拦不住。我虽然跟在方可后面骂，可心里还是有些隐隐的期待，我的那些细密的心意他会不会也知道呢？恶心。盛夏的声音是最好的回复，这时我终于明白，他不但不喜欢我，甚至很讨厌我，就连别人开玩笑都是他无法忍受的吧。我还是鬼使神差的留下了调出来的那页日记。从此以后，我喜欢上了叉叉符号，他划掉了于军的名字，这样我就能幻想那个名字是我。兄弟，赶紧去我朋友圈点赞，哥官宣了。方可的视频通话打了过来，不信哪个正经人能看上你？我轻吃，我的确不是正经人。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视频框中，是于军。我顿时黑了脸，不顾方可的吵嚷，沉声问于军，你和他官宣，你不是有喜欢的人吗？你是说3班那个女生？那是他妹，他故意拿他激我的。方可抢答道。我咬紧了腮帮子，那你怎么给盛夏交代？方可见情况不对，赶紧出来护着死党。不是，路子你什么意思？我和我老婆官宣，还得给她闺蜜交代。闺蜜？我愣住。于军看着我，眼神玩味。在眼瞎这个领域，陆星慈你还真是顶尖呀，亏我都把人带到你跟前来了，还搁这装傻子呢。挂掉电话后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盛夏和于军是闺蜜，那他喜欢的人是我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通过工作群点开了他的社交空间。他果然没有和死党在一起过，朋友圈全是吐槽生活平淡无聊的，所以说他才会给我寄那些刺激的东西，是为了给生活加点料。就在这时，盛夏的消息发送过来了，他让我在办公室。原来他喜欢这种类型的。我终于冒着暴雨到达公司，站在打卡处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现在我还不能失去工作，所以盛夏你还是去舔吧，大不了违心的说点好话。刚进公司就瞥见了正好快步踏入办公室的陆星慈的身影，同事们都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夏夏保重。看来同事们都知道老板要准备对我发难了，毕竟待我所赐，他厂工的绰号已经威名远扬了。我用颤抖的手敲了一下门，就从里面打开了。他果然在等我。陆星慈身上紧着一件白色衬衫，领带松松垮垮的搭着，领口的扣子解开了2颗，漂亮的锁骨隐约可见。然而那张脸却是冷漠到了极致，看样子是已经迫不及待要兴师问罪了。回忆起其他同事的悲惨遭遇，我真的很怕我待会儿会忍不住和他对骂。于是我仰头看向他，陆星慈，待会儿能不能嘴下留点情？他微微一愣，唇动了动，眼底似乎涌动着我看不懂的情绪，甚至呼吸都急促了起来。这么期待，资本家好变态呀！他这是要狠狠骂我一顿，然后炒我鱿鱼吗？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，他那无情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带着些沙哑。要现在戴吗？啊，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。等我反应过来他说的是18子的时候，只见他低下了头，耳尖发红。我第一次戴，不知道。你的喜好？我满脑子问号。这东西不是套手上就行了？还有我的喜好是什么意思？不过我很快反应过来了，这东西到底是我去灵隐寺求来的。戴的时候据说规矩很多，忌讳的，什么左进右出一类的。他们这些有钱人都比较在乎仪式感，估计是要我有一番说辞。但我说对这个有研究都是骗他的，现在拿手机百度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只得尴尬开口。老板，你别急，容我深入浅出给你科普一下。他听到深入浅出几个字，脸刷的一下红了，生气了，知道我是糊弄他的了。他以前被其他同事搞得再生气，也没见脸气得这么红过。怎么办？要死要死了，要不然就让他罚款吧，主动要求他扣我奖金，总比丢了工作要好。陆星慈，你罚我吧。他听到这话，眉头一挑，喉咙滚动了一下。你喜欢这种方式？
他一边解开袖口的扣子，一边若有所思地道。我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，但是也别罚太厉害，一丢丢就行。但涉及到奖金，我总不能白加班吧？他似是有些意外，但很快就接受了，可以。见他答应了，我松了口气，但是又开始心疼他会扣多少。我只得狗腿地迎上去，想多说点劝他善良的话，结果因为太急切，一个没站稳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陆星驰视角，啊呀，剩下扑到了我怀里了，我快抵挡不住了。肢体语言骗不了人，他真的喜欢我。我搂着他的腰，心里的疑问好多，却不知道从哪一个问起。原来你喜欢的是我吗？你日记里呈调的名字是陆星驰对吧？为什么进公司这半年都假装不认识我？为什么忽然又给我寄这种礼物？千万个问题会在一起，我倒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才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一些。为什么现在才给我礼物？盛夏先是一愣，然后有些惭愧地道，我之前不知道，前几天才发现的，不是故意要那么迟才记得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跳如同轻快的旋律，每个节拍都充满了喜悦，仿佛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。也就是说，盛夏以前不知道自己喜欢我，直到前几天才知道自己的心意，然后第一时间就来找我了。我整颗心都飞了起来。我看向他寄给我的快递盒，心中满是感激。我好喜欢那项圈和指咬器，它们让我知道他的喜好，让我能有机会听到我爱了好久的人说喜欢我。看到陆星驰笑得怪异，我吓得发抖，好变态，他是在嘲讽我，还是打算开除我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讨好他了。我提醒他，还不带吗？他身子一颤，有些不好意思道，你先闭上眼睛。我满脑子问号，但还是配合的用手蒙住了双眼。有钱人真会玩，带个串这么多过场。正当我复议的时候，一股温热的气息袭来，他用额头顶开了我的手。我睁开眼，只见他竟然脖子上戴着个项圈，脸上戴着个指咬器一类的东西，微红的眼眶像是下一秒就要流泪。我的心脏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他在做什么？他俯身靠近我，脖梗也被项圈磨出了红印子。他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睛湿漉漉的，像一只乞食的小狗，看着一向冰冷的高岭之花这副模样，一种莫名的感觉袭来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可是一双手却忍不住伸向了他。陆星驰，我忍不住喊他的名字。快到云端时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很好，刚好补上出剑时跳快的那一拍。我在他休息室的单人床上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虽然这辈子没那么累过，手机的震动声还是能让我强制开机。夏夏，你怎么样了呀？怎么没后文了？他罚你奖金没？你怎么不色诱他呀？你不是说他是死 gay 吗？你不是说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吗？死 gay， 颜色瞧瞧。身后的陆星驰板起了脸，不是，我们开玩笑的。你听我狡辩啊。他专注地看着我，等着我狡辩。可我这笨嘴拙舌的，还能编出个啥？只能仰头封住他的唇。很快我又昏睡过去，等醒来时都下班了。看着身边沉睡的他，我发了一会儿呆，轻脚轻手地站了起来，穿好衣服，猫腰离开了办公室。关门之前，我瞥了一眼他的道具，项圈和指咬器，脸蓦地一红，没想到他玩得这么花。他翻了个身，我吓得赶紧退了出去。不过还真就花在了我的心巴肝上，特别是那项圈和指咬器的款式都很符合我的审美，甚至还有些眼熟。或许是白天睡过了，晚上我躺在床上竟然失眠了。就这么糊里糊涂和陆星驰有了一日情之后，还怎么面对他？好在我没有收到扣奖金和辞退的消息，他都自备道具了，看来是个玩得开的成年人，肯定也玩得起。我想通之后就洗了个澡，打算第二天当没发生这事儿去上班。就在这时，我才看到于军给我发了消息。看到他的头像，我其实是有些想逃避的。他被陆星驰开除了，当初说好我身在敌营会想尽办法帮他报仇的，没成想报到陆星驰的床上去了。我满怀愧疚点开他的头像，一下子就看到了他顶置的官宣消息。我惊喜地点开，却在看到他对象的脸时愣住了。方可，怎么会是他？我这闺蜜真是人好心好脾气好，怎么能看上他了？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把方可曾经喜欢过我，然后表情油腻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希望他能慎重考虑或者多加考察。于军没有表态，只是细细地问我方可喜欢我的表现。我仔细回忆给他听后，他竟哈哈大笑起来。你觉得他那样看着你是喜欢你？傻夏夏，他是在起你和陆星驰的哄呢。你能看出他喜欢你，却看不出陆星驰喜欢你啊？我觉得我可能耳朵聋了，在大声质问了他好几遍之后，恍恍惚惚挂了电话。陆星驰他喜欢我，他喜欢的人是我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变得晕乎乎的。曾经那个同桌和现在的上司的脸重合在了一起。想到白天的事，我呼吸都粗重了起来，一晚上都没睡着。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地出门。我第一次这么期待去上班，飞奔到公司，陆星驰竟然不在。同事说我运气好，又躲过一劫，我却皱紧了眉头。难道是昨天太累了，今天起不了早？可是等到下班了，也没见他来，发消息也不回。难道是生病发烧了，去了他的别墅，也没瞧见人？之后的2天都没有他的音讯，我开始不安起来。这个臭小子，该不会是在躲我吧？坐公交回去的路上人有点多，我已经努力的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，但依旧是前胸贴后背，随着车的摇晃。我渐渐觉得站在我身后的人似乎有些不大对劲，他的呼吸在我的耳后摩拳，痒痒的。他身上的某处有些顶，我想躲开，但又鬼使神差的没有动。公交走走停停，
而我随着那有一下没一下的碰撞，有些莫名的惬意。等下车的时候，我腿都有些发软，但终究是没敢回头看一眼。3天没见到陆星驰，我失眠严重，祸不单行，还落枕了。我只得去小区外面常去的那家按摩店放松肩颈，因为一直想着陆星驰的事，都没留意到这次给我安排了新的技师。直到戴着口罩的技师提醒我要把衣服全都脱下时，我才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我只是按摩肩颈，老板说老顾客赠送全身按摩服务，可是全身按摩也不需要都脱。老板娘是老熟人了，在门口冒了头道：“哎呦，小夏还不好意思了，都是男人，你怕什么？”我想了想，也对，于是就心一横，都脱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新技师身材是技术还不错。按摩完肩颈，又按摩了腰腹，直到精油推到大腿根的时候，我有些受不住了。你这个情况有点严重，技师沉声道。啊！我愣了愣，乖乖躺好，别动，我帮你。他的声音毋庸置疑，我只得任他摆布。这个技师真的很卖力，各种姿势、各种角度都到位了。等我出店的时候，脚像踩在云上一般。4天没见到陆星驰，我吃不好睡不好，并且总是会在公共场合遇到奇奇怪怪的人，例如戴着口罩一定要载我，骑车一抖一抖的磨的师傅，例如看电影时那个包裹严实的莫名其妙来摸我的手的邻座的人。我在被搞疯之前先生病了，低烧去了家附近的诊所，自己躺病床上去，脱下裤子，撩起衣服，检查身体的医生冷冰冰道。我皱了皱眉，还是照做了。医生拿着听诊器把我全身都听遍了。医生，我只是有些发烧，你给我开点退烧药就好了。我忍不住开口，医生却又冷冰冰地道：你已经病入膏肓了，需要上药，只是上药方式有点特殊。说完他就开始松裤腰带。我忍无可忍，朝着他大喊道：陆星驰，你玩够了没？他先是一愣，然后笑着压了过来。剩下其实是我病入膏肓了。陆星驰好像迷上了这种游戏，他时常在同事面前凶巴巴地把我喊到办公室去，关上门就可怜巴巴地捧上稀奇古怪的工具，用湿漉漉的眼神看我。出来时同事们都投来同情的眼神。阿夏，你被厂工训得很惨吧？我好笑地挑眉，说我把他训得很惨。你呀就是逞强。他们都不信。新年他和我回了老家，开车回去的路上，刚到休息区，他又忍不住掏出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工具。我有些无语了。陆星驰，你就这么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一天也不消停。他一脸无辜地看向我。你不喜欢？我轻咳了起来。也不是说不喜欢，只是我没想到他就这么喜欢呀。到了我家，他把车后备箱的东西大包小包往下搬，我磨磨蹭蹭在旁边对着我妈和我姐介绍，他是我上司。得了吧，嘴巴都被亲肿了，还上司呢？我姐翻了个白眼。阿姨好，姐姐好，我叫陆星驰，初次。他不慌不忙上前来自我介绍，我妈却扬着我高中时的日记，笑着回答：什么初次见面，阿姨早就认识你啦。晚饭后，我总算想起来问我之前送回老家来那只狗了。我妈说她白天在仓库那边守着，天黑了自己会回来。我顿时怒了，妈，不是给你说了这是宠物狗，别把它当土狗放养吗？再说我不是给它买了项圈和嘴套了吗？为什么不用？说曹操道，那狗儿撒着欢跑回来了。你是说这玩意儿？我妈指了指胡乱捆在狗脚上那串18字，戴脖子上太小，戴脚上又太大，不大好用啊。我呆若木鸡，脑子里像闪电般过了无数情景，终于想起了为什么看到陆星驰那项圈和止咬器的时候会觉得眼熟了，也明白了为什么陆星驰会这么痴迷于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。原来第一次送的礼物就搞错了。夏怎么了？看着我状态不对，陆星驰上前来搂住我。没什么。我连忙摆手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他的生日礼物是我给狗买的。除夕夜我们一起去看烟花，我们又想起了从前的糗事。你还记得那次体检吗？测试心率时我在你前面一个，我测完后就站在旁边看你，故意喊你名字，你没理我，别开脸，但医生就让我别逗你了，心率都不齐了。你该不会是从那时候就喜欢我了吧？我大笑道。他揽住我的腰，跟着回忆。那你呢？我跟你讲几个看的单词。我说 stare 是个没有情感的单词，最好要加副词修饰。你问 stare 是不是盯着的意思？我说是的。你说盯着怎么会没有情感？然后你就一直盯着我看。我渐渐红了脸，我也是后来才从闺蜜和她发小那儿知道，我们两人都因为对方说的那句恶心起了误会。但是我的疑问不止这一个。陆星驰，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在全班人面前嘲笑我？他听完微微一愣。嘲笑？你是说辅助线的事？傻瓜，那是专属于学霸的浪漫，每一条辅助线都以最爱的他的名字命名，这就是在高朋满座中将隐秘爱意说的最尽兴。那为什么同桌那么久你都不怎么和我说话？我不依不饶。他没好气地揉揉我的头，和你说话，老师第2天就把你调走了，我们能同桌一整年，看着漫天的烟火。我忽的泪流满面。当年我以为他讨厌我时，我表现得挺平淡的，连愣都没愣。对于闺蜜的安慰，我就随口嗯了一声，然后该收作业收作业，该交作业交作业，再然后眼睛就湿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湿，然后胸口有点闷闷的。如果说跟同学聊天开玩笑，我都能跟平常一样，甚至可能比平时更夸张一点。之后送完作业回来的时候，那节物理课眼泪就一直在往下掉，擦不干净的那种，也没有流得多汹涌，就是那种一颗接着一颗，甚至会自己敲自己的头，笑着流眼泪抽泣。喜欢是真的，遗憾也是真的，明知没有意义却又无法不执着。暗恋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。后来我们在同事们的惊恐中官宣了。他压我2年，我也算是忍够了。厂工别胡说， AK 都压不住，怎么压你呀？
嘿嘿，你比 AK 好呀！我曾以为那个困住我青春的人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却不成想有一天，你那不可思议的笑会穿过闲谈的缝隙，摇醒了我昏睡的青春。全文完。